欢迎你。发小。对，我们从小就认识。我们是同学，小学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是同学。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定下了说我们俩要在一起的？我们从小在一起玩，我对他的感觉非常不错。去外边打工，他在超市卖货，我去送货。突然之间这还是我们一个村的一个姑娘，还是同学，完了就开始交往。俩人应该按你们农村的习俗应该订婚了，对不？对，已经订婚了，这马上都要结婚了。他现在突然之间要和我分手，所以我无法接受。姑娘，你回答我，你第一次跟他动手是在什么时候？怎么动的手？第一次是他叫我去他父母家吃饭，然后我之前也说过，我说你不管做什么事，你之前通知我一下，万一就是说有什么事，我要是有事的时候情况下，我不去不了吗？就说不去，他就过来找我，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我就打了，确实打了他一耳光。他就从叭就一下打到我脸上，当时我很疼啊，我真的想回手去给他一巴掌，但是我忍了。哎，这确实爷们儿啊，这个确实男人。那你这次你没跟他说，你说亲爱的，你不能打我，你再打我，我要还手，你可受不了。你没警告他？我跟他都提出过一次分手了，是改了很多啊，但现在比以前更严重了。那你怕吗？跟他在一起？我跟他在一起生活，我很怕，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跟他生活在一起，怎么生活下去。你为什么那么爱打人呢，姑娘？我本意也不是说很坏，我也不是说很愿打别人，只不过是我都告诉过他，他还故意去犯，就是3天不打就是上网揭瓦那种人，知道吧？他是你老公哎，你要嫁给他，你怎么能打呢？打他也不是说出于我的本意，我想给他这些毛病，所有的就是毛病我都想改正过来。那之前有一次，我给你打电话，我说下班我去接你，但是我临时公司让我去出车送货。回到家里，但是他又打又骂，他掐我胳膊的内侧、腿的内侧，夏天我短裤我都不敢穿。他掐你哪儿？胳膊的内侧、腿的内侧。为什么是掐内侧呢？掐内侧比较疼。在家打我也就算了，你在很多外人面前你也打我。我们去逛街，你只试了4件衣服，问我好看不？但是我说这件衣服你穿的比较老气。你伸手就去打我。你说有几个男孩在很多服务员、很多客人在那儿，你就说我穿这件衣服很老气、很难看，你说你会不会说话？那你不可能不至于用刀去抡我呀。哎，你觉得今天他这身衣服怎么样？这大胆的说，这件衣服也很不好看。你怎么不打他呀？所以今天我也想为我以前的行为就是做一些改变，我想挽回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我以后也不想，就是说以后我也不再会出手了，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就以后你再不打他了是吧？对。不管发生什么是吧？对。哎，你女朋友除了打你之外，她还有什么臭毛病吗？她有时候挠我、打我，像猫的一样就扑过来挠我，知道吗？啊，我掐你呀！真的像母夜叉那种似的，很厉害，像容嬷嬷那种。
就是我打你的时候，也不是说出于我的本意，说我就想故意去伤害你，因为我在我的心里是爱你的嘛。我也认识到我以前的错误了，今天我就是来改正我的错误，因为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犯，就是说以前的错误，我也不会动手去打你了、骂你了。那你温柔的跟他说句话行吗？亲爱的，我错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不想给你这次机会了，我怕你真的哪一天你真的会，我们真的结婚了。你会不会用刀对着我？基本听明白，就除了这个，你们俩没有其他冲突了吧？没有，以前也都是好的一面，也都是有的。但是好吧，那你帮我总结一下，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的那个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你就不会打他，不会挠他，不会抓他。就是说做什么事之前，你可以跟我商量一下，不要有一些坏的毛病，就是坏的习俗而已。我也没有说要求很高而已。啊，听明白。他除了不洗澡，还有什么坏的毛病？自己的袜子都不洗，就是说简直衣服什么都不会洗，不会去洗。就是说还有呢？跟别人喝酒，就是说一夜不归。还有吗？再也没什么了。就这些毛病改了，你就不会打了，是吧？对。不改还会打。不会了，从今以后也不会了。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最完美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贤妻良母，会照顾孩子和老人，家里整得干净一点，对我好一点。她具备哪几点？家里收拾干净，做我爱吃的饭菜，照顾老人，这都具备到。就她这暴脾气，现在她很难改。这怎么办呢？老师们，你们来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就说女嘉宾哈，这个打情骂俏这事儿让你发挥到了极致。我想问你一个深层次点的问题啊，就是以前你的父母打你吗？不会。那你这个动手打人的习惯是他惯出来的，还是你什么时候就有的呀？不是惯出来的，就是以前他就说我感觉坏毛病，就是说我已经跟就是口头说过，我说的我想让他去改，但是他没有做到，然后就开始动手了。为什么会要动手呢？这事儿我想不明白，你知道吗？尤其是一个女孩。他这事情和我说了，他从小看见他的父母打仗，他父母一直在旁边哭，他又自己觉得说我长大我一定要做个女强人，他这种。所以啊，你没有说实话呀。其实你这种暴力倾向，其实是从你的家庭的教育就已经给你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对，确实是我的父母在吵架的时候，我母亲只是在一旁偷偷的哭，当时我就是感觉就没事，不用讲你当时的感觉哈，我们找到原因了。那我再问你一个感受，你看到的这种打的一个结果，你心里是好受吗？不好受。那你现在要打他，他的感受会好吗？不会。而且第二，你把他当成到底是老公用来依靠的，还是当成孩子用来教育？当成老公来依靠的。但是你的方式方法就是教育小孩一样，刚才你也说过了，你的感觉他是孩子，他做的不对要打他，就能要教育他，在夫妻或者说情侣之间相处，绝不是一方比一方强，绝不是一方在教育另一方，尤其是用打的这种方式。所有的爱都会被你打跑。所以我想从今天开始以后我会改的，我会就是说改为成为他心目中的那个温柔的女孩。我问你第三个问题，他为什么不还手？因为他为什么不还手？对，那你对他爱就是要打他是吗？这种打是很伤他的，不光伤他身体，更伤他的自尊。情侣相处，男人是最讲究自尊的，女人最讲究安全感。你用这种暴力的方式把这种安全感给打没了，同时又伤害了他的自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这种暴力的行为一定会让你们之间的情侣的这个关系被一拳一拳的粉碎掉。男孩，其实我觉得他打你也有你的问题在，你逆来顺受了。往往情侣之间出现的问题都是双方的问题。我自己想了，毕竟我们是从小建立的感情，所以我就忍受了他一种。对呀。你就纵容了他这种打你的行为。对，在第一次他出手的时候，你就应该教育他，不是用手教，用嘴用的沟通。我和他都已经说过。你怎么说的呀？我说这样的日子我真的没法跟你进行下去。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了？过了2年。2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你要让自己成熟起来。你的不成熟纵容了你的女朋友的这种暴力倾向。每一个人的外表都是心理状态雕刻出来的。我就跟你们总结出这么几个字儿，叫欢喜小冤家。你看，男孩子反而有点柔弱，女孩子反而有点女汉子。我要提醒女汉子们，所有的过度的男性化的女汉子们，没有一个感情顺利的。所以，请你从内心里认同自己的性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了一个打是亲，骂是爱，这句话就透露了。你认为
夫妻的亲密关系当中的这种沟通，爱的沟通，就是靠这种打来进行沟通的，是一种你首选的一种，或者说无意识当中选的一种沟通方式。这是源自于你爸爸妈妈的那种沟通方式，给你潜移默化形成的。那你不喜欢你爸爸妈妈那种打打闹闹的生活方式，对不对？对。现在你就是在重复，只是变成了你打他难过，你把所有的你妈妈当时你看到的那种悲伤感全部都放到他身上，你就知道他心里有多难过了。那还有一个呢，你对你爸爸的不满意不能放到你的男朋友未来的老公身上，他是一个独立的人，请你珍惜他。当你拿酒瓶子去划伤他后背的时候，你已经违法了。他完全可以打110，你马上就被拘留。他没有这样做，源于他爱你。就为了这一点，你好好的反思自己。如果自己这种就是暴力行为形成习惯以后，自己很难改正，我建议你呢，可以通过找一些那个专业的，比如说心理医生啊，或心理咨询师啊，用一些专业技术手段帮你去调整。这个男孩子，我要提醒你了，你为什么会对他这样的纵容？因为我们从小建立的这种感情，我不想失去他。我理解，你非常爱他，你也很珍惜这段感情，宁肯自己退让、忍辱负重。对。但忍的已经过头了，忍到了没有尊严。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说不，当触及到你的人格尊严和做人底线的时候，坚决的说不。你绝对不能拿自己备受伤害来换取一份幸福。女孩啊，打人这事儿，你打他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打时候感觉就很爽，就是说。爽吗？你就去尝尝挨打的滋味，姑娘，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吴老师要说话了。对，必须要。啊，不要说你。啊，您在家里也被打呀？我觉得他们两个有很好的希望。我觉得他们两个特别实在。我现在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多少别人有这个情况。但是，比如说我们两个，沈大平他从来没有。他已经说我讨厌了，那您得说真话。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当时他踢过我。二呢，现在他不做这样的事情了啊。但是以前我们坐在一起呢，他不高兴呢，他也选了这个软的地方，在这进去。啊。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我们两个人那么长的时间在一起，很多年他不敢给我这样做的，所以你有教育他。您是怎么教育沈老师的？如果他要这样，那我就不会打他。啊，我明白，就是拿他的把他手拿住制止他，用他的胳膊。哎，这学学啊。小姐不行，这个不能做。你听明白了？这次是把吴老师请对了。沈老师，您在家里还干这事儿呢？先不说我们俩的事儿，先说他们俩的事儿。也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一下，有孩子的好好爱孩子，没孩子准备生孩子，
这个小孩不要随便打骂他，因为你好像觉得我是母亲父亲，我有权利打他，还有他那么弱小，他不会反抗。但是我告诉你们，小孩在3天的时候就有自尊心了，他会觉得很耻辱。一个孩子在10岁之前遭受父母暴力的孩子，他将来的暴力倾向是不被打骂的孩子的很多倍，非常非常高。所以我就想跟这位女孩子说，父母之间的暴力影响了你，非常危险。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好。下面说我的暴力倾向，我先跟巫老师说声对不起。我从小，哎呀，嗨，我从小基本上就是有力量完成的，为什么不完成？这都是问题。接下来是你们自己的表白时间，一起进入黄金60秒。呀，我真的希望不会改了，好强势。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女孩子说我想挽留一个男孩子留下来，说的那么硬邦邦，甚至是命令式的口气。好好想想吧。来，2位请回。来，请关门。没有人受得了暴力，不管施暴的那一方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你施暴了，这个行为本身就会遭到人们的唾弃和憎恶。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来，一起数5个数，5、4、3、2、1，请。呀，我错了，原谅我吧。我这是给你最后的一次机会，我希望你是能改。我会真心为你改的。是能改是吧？对。因为你喜欢施暴，说明你觉得你很有力量，对吧？以前是认为。为了弥补你过去的这个错误，请你把你的先生抱起来。你想做汉子吧，你得体会各种东西嘛。抱不动。喜欢打吗？不是，你练力量啊。下次他还手怎么办呀？你抱他。所以，如果他那什么呢，打死你了都，多傻呀！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来有请。来，走吧。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人家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礼盒送给他，就代表着你对他说：“哎呀，有你才完美。”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这个神圣的时刻。亲爱的，你嫁给我，以后你一定要改。我一定会改的，因为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爱你，我也会为你改掉我以前的那些坏毛病。谢谢你们能来，祝你们幸福啊！